大家好，又到了 Brenda 的学习时间。看到这个场景，大家可能似曾相识，这是一个工厂里的场景。然后呢，我们今天学习的是如何做一套铁链，然后呢，让它有它的物理属性。这是我刚算染出来的，用 Cycles 算染啊。然后呢，Random Property Cycles Device GPU Compute。然后为了渲染更快一点，我把它这里的数字给调小了啊。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具体的动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用 Viewport Shading 改一下啊，改到上面这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套铁链的动态。好，我们就看到这里啊。我们先把它存盘，这个铁链先从铁链如何制作开始。好，我们可以把它插出去了啊。现在进入 Blender， 然后 X 键把立方体删掉。我的这个是 Blender 的 4.2， 但是呢，如果你是对 Blender 熟悉的话，无论哪个版本都是可以的啊。2.79例外啊，就是3版本 Blender 3.0以后的然后4.0以前以后都可以。OK， 我们现在先做一个铁链 Mesh Terrace， 就是一个环。左下角设置，把这两个值都改成10。OK， 然后呢，上面这个值改到 0.75， 让它成为这个样子啊。这是啥意思呢？这些是啥意思呢？如果你不懂的话，建议大家一边学中文一边学英语。现在是英文的界面，可以我们把它改成中文界面看一下，简体中文。OK， 这个呢是主环段数，这个是小环段数，然后这个是主环的半径，下面是小环半径，就不用改了。OK， 就这样子。那我们呢，再把它换回英文，给大家看一下。好，做成这样以后，我们按数字7键，然后把它进入编辑模式，打开右上角 X 光工具，然后在绿色轴这边开始框选，这样拉一个框啊，然后用移动工具把它往右移。好，往右移啊，大概就是像一个环那样子。然后呢，我们用 Look 工具 ，Look 就是中间割一刀，这里割一刀，对吧？然后呢，给它2刀，这里呢也割一刀，然后再给它2刀，这里就2刀了，对吧？然后我们把 Look 工具关掉，我们左手是键，右手鼠标左键把这两边的圈也给选了，别忘 X 光工具还是打开着啊。然后用伸缩工具沿着红轴，也就是 X 轴，把它拉到这个位置左右就 OK 了。然后回到物体模式下，然后重新回到把这个 X 光工具关掉，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好，这里做完了以后，我们在物体模式下，我们就可以Shift加 D 多一个它，把它右移，沿着红轴右移 ，OK， 然后沿着 Rotation X 90度，这样的话它就是锁链的前面两个。跟着呢，左手虚键，右手鼠标左键，把这两个都选了如果你觉得它们太长了，那你可以稍微把它搞小一点。OK， 搞小一点。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现在左手虚键，右手鼠标左键，把它们选了嘛。然后Shift加 D 多一组往右，Shift加 D 多一组往右。OK，Shift加 D 多一组往右，Shift加 D 多一组往右。如果没搞出来的，也就是说还没够，Shift加 D 多一组往右，Shift加 D 多一组往右。OK，Shift加 D 多一组往右，Shift加 D 多一组往右。没有Shift加 D 的，就是如果往右没有多的话，那你就只能再Shift加 D 啊。好，我们再继续，再长一点Shift加 D 多一组再往右。OK， 好，大概就差不多了，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 camera 摄像头隐藏，灯隐藏 ，OK， 剩下只有它，然后一拉 ，OK， 全选。全选以后，我们鼠标右键set origin to center of mass， 意思就是原点到质心体积原点到质心体积，中文是 OK。然后我们就给它一个物理设置了，可以给它物理设计，就是选 rigid body 钢体，然后呢 lace type 是 active， 然后 collision shape 是 mesh。 OK， 如果大家也不懂得这啥意思的话，我们再回到它的中文状态给大家看一下繁体中文这是繁体中文，然后类型呢是着用中active， 刚才 active 就是着用中，然后这里 collision 这碰撞， shape 是外形，是网格 OK， 是网格是 mesh 就是网格。好，我们现在回到英文状态其实大家也可以手中一个掌中宝 OK。 好，这里做完了以后，我们回这里就可以 object 跟着 rigid body 钢体，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叫做copy from active OK。 好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再抽选其中一个，可以看它的设置就跟之前我们设置的一模一样了就是说不用全一个一个设置，也就是说我们把它全设置好了都一样的这个设置。然后呢，我们选左边第一个环，让它固定不变，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这里是 active， 然后呢我们把 dynamic 勾选关掉，然后我们播放一次 OK， 这是可以的，对吧这是可以的。好，我们回到原来位置，当然也可以有第二种方法，就是这里用 passive OK， 这里用 passive， 我们播放一次，你看也是可以的这是两种不同的设置方法，就随便你哪一种 OK。 好，我们再回到原点，然后呢我们还是用 active， 然后的 dynamic 不选那如果你觉得如果我想把这个也固定怎么办？也是一样的，你就把它不选就行了。你看我们播放，就只有中间的那个掉下来了，是不是？好了，好，这里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右次把它全选，全选，然后鼠标右键 Shape Smooth 光滑，当然还可以给它加一个细分修改器 Generate， 它是 Generate， 然后 Surface当然如果是旧的修改器就4.0之前的版本是这样打开，然后选这个，对吧？然后呢我们把它 Viewport 变成2， Render 变成3 OK， 它现在呢就光滑了。然后呢你可以再播放看看那现在这个呢就是中间下坠之前大家也知道，如果我把这个这个物理设置，别忘了，如果你想它掉下来，那只用勾选一下它就掉下来了，对吧？很简单，是不是？那我们不勾选，勾成另外一种然后呢到它的材质它的材质，我们在 Viewport Setting 刚才说过，在这里呢我们要Cycles Device GPU Compute， 然后让它的算的更快一点，我们这里是 0.5， 这个128 OK。 然后呢我们直接进 Viewport Shading， 给它一个材质，进入 Shading， 可以看看它是怎么样一个材质的 OK。 我们给它一个新的材质，金属度给它1， Roughness 0.25， 一点点反光就好了 OK。 好，然后呢跟着为了让它这个材质有一些纹理所以我们加2个 Noise Texture， 是加 A OK Noise Texture 一个，然后呢是点选这一个 Noise Texture， 是加 D 多一个在这儿。那如果大家对这个的材质不懂得
材质节点的话，在 B 站点击我的人像，进入主页，点选合集和列表65，这里前面的合集文件夹都是文件夹啊，是基础教程，包括Blender 的几何节点基础和一般基础教程。然后呢，也有虚幻引擎5啊，做游戏的这个侯庙啊，它的基础教程，这些都是文件夹，打开。然后呢，还有蓝图，还有它的正式教程，当然也有虚幻5母公司同样的出来的一个免费的 app 叫软件啊，叫 Twinmotion 的新版和旧版的两种教程啊。然后还有 Marvelous Designer 的教程，就是做 3D 人物衣服设计。OK， 好，然后在第2页开始就是以 Blender 为主的各个分类的教程后半段。但前半段呢，还是有这基础教程，是吧？我们可以点击最基础系列教程2，这里有材质节点，最常用的材质节点的教程都在这里啊，就是现在的这些节点。好，我们现在废话少说啊，继续把这里呢 color 连上它的 base color 啊，然后呢，这里呢用bump 节点让它的身上的一些点凹凸有致 BUMP。 OK， 好，我们先回到 Viewport Setting 来看，因为呢这里太黑了，所以呢世界背景呢我们要Environment Texture， 点击 Open， 然后呢我们要选 Polyheaven.com 这个网站的立体背景，给它一个光亮度。 OK， 然后直接进 HDRIS， 这里就有很多立体背景啊，你随便点一个像这样工厂的，然后点击下载，它是 EXR 或者 HDR 为结尾的文档啊，可以 2K 多少 K 都可以啊。然后呢，我们只是做课程，所以就 2K， 然后点击下载就 OK 了啊。可以点击下载。那我现在呢，就随便打开一个我在我的账户里我之前已经下载完了的啊这些 3D 背景的图。OK， 我找一个这个随便找一个工厂的背景，给大家一点灯光就好了。在哪儿啊？这个吧。 OK， 一个废墟的背景。好，然后灯光就有了，对吧？然后我们在 Viewport Setting 来看，跟着 Bump 节点连上 Normal， 然后呢把这个Noise Texture 它的 Fat 连上 Height。 OK， 好，然后呢在 Edit Preferences 喜好设置 Blender 有个自己的插件啊，自己本身就有的插件，不用到处乱找，叫 No Wrangler， 大家到这里把它勾选 No。 OK， 然后勾选 No Wrangler， 别忘了在这存一下。然后呢这个时候要用的话，点击最后一个节点Ctrl 加 TUV 的 T 键，就出来 Mapping 和 Texture Coding 的2个节点，对吧？我们把这个 Reflection 连上 Vector。 OK， 而这个 Object 呢连下面的这个 Noise Texture 的 Vector。 好，跟着呢就轮到我们把这个 Scale 改到 0.8， 摄像头里给大家看啊。然后这里的强度我们改成 0.05。 好，到这里呢 Scale 呢我们改成200， Detail 改成16。而这里呢已经是 Cycles 算了，这里点回摄像头啊，在摄像头里Viewport Shading。 OK， 也许你会看，哎，怎么这材质做半天都没有反应的？是因为我们选的是这个材质，你看这出来了，对吧？那如何让其他的也变成它一样呢？好，我们先把它 OK， 又是因为这个时候摄像头和灯已经隐藏了嘛，我们可以这样拉一下框选，全选了哈，然后在材质这里下拉，然后 Copy Material to Select， 那所有的材质呢就都跟这一个一样了，而且你看有点反这个金属的反光啊，金属的粉红，这个背景的一些反光都在这个铁链上了。 OK， 好，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我们播放一下看看。
这个铁链就这样做出来了。当然你可以根据需要做长一点短一点，或者说把它传甩 A 键传甩，然后呢虚加传甩以后虚加 D 一套 OK， 再虚加 D 一套 OK， 然后呢好移出来是吧？好，然后播放啊，根据你的需要啊做成是吧？OK， 好了，然后呢，我的课程呢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啊。然后如果喜欢这种硬表面建模的教程，这属于硬表面建模。刚才说过，在合集第2页是以 Blender 为主的分类各个分类的教程，对吧？然后呢，第2页随着教程的推进，有可能它们的位置会进行变化。像这个粉丝问题和材料节点课啊，里面就是所有的粉丝问题和材料节点。然后到第2页开始就是我们再继续找一个是指工具零配件教程，工具零配件看看在哪，在这工具或零配件教程啊。然后呢，点击进去就能看到所有的金属这些如何制作啊。像这一个我也会摆在硬表面建模啊，硬表面建模的教程里面去。好，然后喜欢这个教程，请给我个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啊。我们回到之前的那个有铁链的这个文件里面去。OK， 好，谢谢大家，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明天再见，拜拜。啊，这呢就是其中一条铁链啊，你就可以像刚才那样子重新把它给做成这个动态的出来，是吧？像刚才一开头的那个动态那样出来。OK， 好，明天再见，拜拜。